最近中国大陆一个著名商人商汤集团的董事长汤小欧，他也是中国大陆人工智能的首席专家，今年才55岁啊。根据官方报道，他是在睡眠中过世。咱们撇开各种各样的猜测，在今天的视频里面，我们注重的来讨论一下，在睡眠中过世都有哪些可能的原因，我们应该做什么来预防它。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过去呢，我一个太极老师啊，80多岁啊，身体一直都非常好，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武术教官。他后来呢，在睡眠中与世长辞。在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幸运、很幸福的事情啊！人这样离开人世是最没有痛苦的。如果是儿童、青少年或者中年人，那么如果在睡梦中突然死去的话，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么都有哪些可能性呢？首先就是心源性的猝死。睡眠中虽然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以导致死亡，但是最常见的还是因为心脏病猝死。最近周海媚的司法鉴定出来了，他就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猝死。实际上呢，全世界有15%到20%的人是因为心脏有问题而猝死的，其中30%人的死亡会发生在夜间。那么心源性的猝死它也大致分2种情况一个是心血管疾病，很多人年纪大了，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粥样动脉硬化，如果出现大面积的心肌梗死，那么也会造成心源性的猝死。这些呢，我们一般来讲都知道它有基础病也有一些其他的症状，通常呢都会进行一些治疗和预防。但是有一种叫做突发性的心律失常死亡综合症 SADS。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突然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造成的猝死。它可以发生在儿童、青少年中年人身上。这些人呢，常常还不知道自己有其他的病。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很愿意运动的跑长跑、跑马拉松骑自行车比赛那么最近其实还有一个著名的企业家是马来西亚的，叫蔡文杰他经常在网上秀他锻炼全身都是肌肉，也是突然就猝死了。估计呢都是这种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很突然，常常呢找不到原因，事后呢也很难确定，所以经常就说是意外死亡或者是突发死亡。这些人呢可能是在游泳中死的，或者运动中死的，也可能呢就是在睡眠中死去。那么什么事情会导致我们心律失常呢？其实我们这个心脏仔细想一想，首先呢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心肌这样一个结构。那么心肌细胞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来保证它的平衡，同时呢还有强大的生物电保持不断的有节律的收缩。那么这个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心律失常和猝死。保护心脏对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了，平时就有心律失常的人也不要太紧张因为呢并不是所有的心律失常都会导致死亡。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心律失常的话你是需要考虑到避免过于激烈的运动等等。因为这件事情通常发生的很突然又没有什么基础病，又在比较年轻的人身上，那么我们怎么预防呢？这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要知道遗传的因素，因为遗传因素在这里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你家族当中有人因为心脏病猝死，或者不明原因的突然死亡，那么你就要考虑你是不是有这个遗传史。第二个呢，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呢容易头晕甚至昏倒，这个跟我们抽血打针的时候容易昏倒或者是中暑的时候容易昏倒，或者是低血糖昏倒都不一样你是在运动以后容易晕厥，这种情况你要考虑它是不是心脏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平时就有心悸、心慌这种心律失常的症状，特别是在运动前后它会加重。这3个信号呢，你一定要重视。那么从预防角度来讲，几个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就是精神压力这汤小欧据说处在他的公司经济崩溃的状态下出现的，也有人说他面临很多政治上的压力。精神压力肯定会增加心脏病猝死的现象。第二个就是平衡的饮食，在饮食当中要有足够的平衡的电解质我们在食物当中呢要有足够的平衡的营养物质，同时呢要防止各种因素造成的心血管的损害。很多年轻人已经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只不过是他们心脏补偿能力比较强，不一定感受到症状，但是呢这个损害呢实际上是已经有的。
所以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要对自己的心脏进行预防性的保护。如果汤小欧真的是在睡眠中死亡的话，真的很难抢救，除非他出现明显的症状，身边有人能够及时的急救。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习人工呼吸的技术。这人工呼吸呢，它不一定能把他的心率纠正过来，但是呢，你至少可以减少他大脑缺氧的情况造成的损害。那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电除颤这种情况是救命的。所以有人建议这个除颤器就像家里的灭火器一样不能缺少。所以呢，及时除颤就能救命。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种情况呢，如果不能及时发现的话，10分钟以后生存的可能性就很小。除了心源性的猝死在夜间会发生呢，还有一个情况，有在睡眠中出现呼吸窘迫综合症。因为他在睡眠当中呼吸暂停，造成缺氧这样的话会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长期以往呢，它还容易造成心力衰竭，还有增加这个中风的危险。如果你睡眠打呼噜很厉害夜里面经常因为气不够醒过来，白天很疲劳，你就要考虑你有没有夜间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一定要及时的检查和治疗。另外一个就是一氧化碳过量冬天来了，大家烧暖气烧煤气是吧？有的人坐在车里面取暖把这个发动机开着，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特别是在睡觉的时候你不太容易感受到它的症状你醒着的时候，你会感到头晕虚弱、恶心呕吐等等症状。那你在睡眠的时候你就有可能感受不到这种症状，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在睡眠中的死亡。另外一个就是用药过量，其实有一些抗心律失常的药、降高血压的药、抗抑郁的药都有可能导致心律失常。如果你在和酒精加在一起的话这种风险就更高。另外呢，这个晚上喝酒太多的人也容易出现这样的风险。特别是你如果在睡梦中呕吐的话，很容易造成吸入性的肺炎或者是呼吸道的堵塞，这都会增加夜间猝死的可能性。另外一个呢，就是发生在婴儿身上的猝死有些小孩呢没有什么原因就在睡眠中猝死。那么研究发现呢，如果你让这个孩子仰着睡的话会减少这样的风险。有人认为呢是大脑缺陷或者呼吸道有感染造成的。一个人在睡眠中死亡的几率有多大呢？大约每8个死于心脏病的人当中有1个是在睡眠中死亡的。另外呢，25%的中风也会发生在睡眠当中。一般来讲你要是没有其他的风险因素，在睡眠中死亡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但是如果你有慢性阻塞性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话，那么你的风险会增加30%以上。其他增加睡眠中猝死的因素就包括高龄、有心血管疾病、有药物滥用的历史，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遗传因素。当然了，说了这么多，大家需要提高警惕，根据自己的情况及时进行预防，但也没有必要产生过多的对睡眠中死亡的恐惧，因为这种恐惧和焦虑情绪只会增加你的风险。大家可以通过引入健康平衡的饮食、健康的生活习惯、适量的运动，特别是学会打坐减压，这些都会让我们远离这样的风险。我们以前介绍过几个关于中风、心源性猝死的视频大家也可以参阅。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有什么问题也提出来。谢谢您支持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订阅。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